魏无羡停了一下，在开口时语气是难得的严肃。蓝湛，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心思？我在很正经地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我。蓝忘机没有动静。魏无羡又说道，你如果要是不说的话，那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在你这里养伤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没有多长时间可活了，这一点我觉得你心里比我还清楚。蓝忘机心里一顿一顿的痛，偏偏魏无羡不知道，还在一刀刀的在蓝忘机的心上面捅。我一个将死之人了，想听句实话都不行吗？蓝忘机真的停了好一会儿，才在魏无羡的手上写道：行。他知道他的魏婴听不见，所以他缓缓地靠近魏无羡的耳朵，然后开口在他的耳朵边说了一句：心悦你。魏无羡只觉得自己的耳朵有点痒，他清楚地感觉到是蓝湛靠近过来了，身体有些僵硬，但是他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。这个时候蓝忘机就在魏无羡的手上写道：我说了。魏无羡不依不饶，我没听见，而且我也听不见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微微上扬，倒是带着一丝调皮的意味。蓝忘机的耳朵有点红，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。魏无羡也不勉强蓝忘机，说道：蓝湛，你在哪呢？我想靠一下你。话音刚落，蓝忘机就靠了过来，魏无羡稳稳地靠在了蓝忘机的怀里，很温暖，难得的平静和安逸，两个人谁也没有打破这个气氛。魏无羡半合着眼睛开口说道：蓝湛，我困了。蓝忘机默不作声，一个横抱把魏无羡给抱了起来，然后就把他放到了床榻上。等魏无羡看起来是真的睡熟了之后，蓝忘机也没有离开。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，终于才鼓起勇气在魏无羡的手上面写道：心悦你。写完之后赶紧把自己的指尖给收了回来，然后当作若无其事的坐在一边去翻书了。熟知睡梦中的魏无羡的手指微微的缩了一下。心悦你，那是蓝忘机说不出口的爱意和情感，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唯一的不一样就是魏无羡的身体愈来愈差了，天气也越来越冷，蓝忘机现在是让魏无羡门都不能出了。可嗨嗨嗨嗨，魏无羡捂着自己的嘴，轻轻地咳了几声，他好像又瘦了。今天云深不知处的天气不是很好，看起来不是要下雨就是要下雪。蓝忘机清晨从蓝氏回来的时候，魏无羡还在睡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醒了。竟是很暖和，但是魏无羡的手还是很凉，没有一丝的温度。不只是手很凉，他身上哪里都很凉，也没有热过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，握着魏无羡的手试图暖热一下，但是没有作用。魏无羡轻声说道：蓝湛，什么时辰了？蓝忘机在魏无羡的手上写道：5时刚过。魏无羡一听，轻轻地笑了一声，说道：可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有点困了？蓝忘机写道：晚些时候再睡。温柔的指尖在魏无羡的手心轻轻地写着，有点痒。他最近发现魏婴有些嗜睡，一天大部分有大半天的时候都在睡，这让蓝湛心里有些害怕，因为这对魏婴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所以蓝忘机就尽力的让魏无羡稍睡一会儿，但是没有用，有的时候趴着魏无羡就睡着了。魏无羡不吭声了，他自然是知道蓝湛在害怕些什么，不就是害怕自己万一睡过去之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吗？他自己身体什么情况，他自己最清楚了。蓝忘机为了挽回一些魏无羡的兴致，就在魏无羡的手上面写道：江姑娘要成亲了。果不其然，蓝忘机这一说，魏无羡当真是提起来了一些兴趣，问道：和金子轩？蓝忘机写道：是的。魏无羡又问道：江城同意了？蓝忘机又写道：江宗主同意的。魏无羡一听，嘴角难得的扬起一抹笑，说道：这样也好，师姐开心就好。蓝忘机在魏无羡的手上写：你可开心？魏无羡笑道：我自然是开心的，婚期有说定在什么时候吗？蓝忘机写道：初春。魏无羡微微愣了一下，说道：那我应该星号见不到了吧？蓝忘机心里一痛，写道：会的。魏无羡又轻轻地咳嗽了几声，道：别安慰我了，哈哈哈，我自己身子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？蓝忘机这下握着魏无羡的手，不说话了。魏无羡顺着蓝忘机的胳膊，顺势抱住蓝忘机，把自己的头靠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，闻着熟悉的檀香，清淡又好闻。
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庆幸了，还好自己的嗅觉还在。以后啊，就别记得我了，听到了没蓝湛？我这么坏，就会让你伤心。蓝忘机一听，指尖微微一颤，在魏无羡的手心里写道：不记得你，我记得谁？魏无羡一笑，道：记得谁都行啊，就别记得我了。蓝忘机紧紧抿着唇不说话，眼里闪过一抹痛意，可惜魏无羡眼睛看不见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的导火线，当天晚上魏无羡又开始痛了起来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肺部甚至是经脉，那里都在痛，几乎是火烧，又像是坠入冰窖一样，但是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。他凭借着自己的感觉慢慢的摸索着，蓝忘机就躺在他的身边，轻轻地呼出一口气，连呼吸都疼，好难受。他一点一点地摸索着，慢慢的冰凉的指尖摸到了蓝忘机的眼睛，蓝忘机睡着了，魏无羡这下才微微松了口气。怨气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，他已经压不住了，只能忍着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他好像不太记得蓝湛已经多久没有睡好一个觉了，每天晚上只要他一有动静，他一下子就醒了。他盖着被子，努力地把自己往被子里面缩，试图取一点温暖，可是太痛了，他浑身都在疼，就好像骨头都被碾碎了一样。他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适应这种疼痛，过去就没事了。他的眼前一片黑暗，他看不见蓝湛，他现在很想缩在蓝湛的怀里面，蓝湛的怀里面肯定比被窝里面暖和，蓝湛会很温柔地抱着他。但是不可以，你已经没有多少天可活了，不要再这样麻烦他了，对他一点都不好。这一次的疼痛似乎夺走了魏无羡所有的生命力，他的身体日渐消瘦了起来，精力也越来不如从前了。蓝忘机自然是发现了，他很心疼，很难过，很害怕，但是他不敢在魏婴面前表现出一丝的不安。魏无羡就好像是外面的树叶一样，终究是要凋落的。他现在吃的越来越少，相反睡的时间越来越多。蓝忘机没事就抱着他，但是里面的人的身体依然是冰凉的。魏无羡的眼睛无神暗淡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忽然开口问道：蓝湛，是不是要入冬了？蓝忘机心里一阵疼痛，在魏无羡的手上写：是的。魏无羡缩了一下，说道：怪不得我觉得这么冷呢。蓝忘机一听，连忙把魏无羡往自己的怀里抱了抱，蓝忘机的怀里很温暖。魏无羡轻轻地笑了一声，说道：你为什么抱我抱着这么紧呢？蓝忘机写道：怕你冷。